有生之年其实当初故事不是这样，本来是比较走一个悲情的调性，可是当你要实际操作的时候，悲情的东西没有市场啊，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换成比较喜剧的东西？就是这样一扭转，反而这故事就好看。没想到上了 Netflix 也是大家爱看，金钟奖也肯定他，在脆上面你就看到很多人说我以前都没有追这个有生之年，可能看第一集我先弃剧，因为他得了那么多奖，大家想再回去看到底好在哪里。新闻幕后聊新闻，这里是由 TVBS 联立媒体所直播的 Podcast 节目。新闻幕后，我是露露夏佳露。今年在10月18号、19号2天的金钟奖，除了业界人士会特别关注之外呢，不晓得大家有没有特别来去观赏一下？那我们知道现在串流平台都很发达呀，其实每个人接触到节目啊、戏剧也都很多元。虽然其实近几年我觉得台剧也是有不错的作品，像在今年金钟的大赢家有生之年入围了10项，拿下6项大奖。不过我们其实在同一个时间讨论度恐怕更高的是黑白大厨南韩这个实境秀节目引发了甚至我觉得跨国性的讨论，然后呢带动南韩餐饮市场现在我在网络上社群上面看到很多秀都在介绍他们去了哪家餐厅啊，什么无菜单料理阿姨之类的，然后你可以看到饮食文化的外溢。所以回头来看，目前都是国际的这种串流市场，台湾的娱乐产业不管是做节目也好或是做戏剧也好，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一个什么样的立足点？今天来跟我们分享讨论的是我们 TVBS 娱乐头条副总编辑杨启凤。启凤姐好。好，露露好，各位听众大家好。启凤姐应该算是我的新同事，是刚来不久。对。然后我之前有听说有来一个启凤姐我们娱乐这一块要怎么做，但是我其实不是很清楚你自己本身跟娱乐这个产业的连结大概什么状况。我大概还没毕业就开始当记者，然后就是主跑娱乐新闻，所以大概前后资历大概将近30年了。哇，这30年台湾娱乐变化实在太大了。对，真的是以前是高峰期啊，然后一路这样下来就是波波折折的。对，所以这样推算你那时候在跑的时候恐怕还有什么民生报啊等等。对，那时候都民生报、大成报、新报，对，都是以娱乐为主。然后我记得早期捷运刚开始大家做捷运的时候都会有一小份的，然后专门都是有很多娱乐新闻的。对，那时候都是有这些，就是那时候娱乐产业很发达嘛，很蓬勃，所以相关的影视新闻也很多。那你看其实渐渐的现在就是往网络发展了嘛，对，那资本可能就比较少了。对，所以例如说你观看上现在的金钟还分成2天班呢，是有节目啊，有戏剧啊，可是每一年金钟颁完之后大家的评论有时候也褒贬不一啦。然后对节目有对节目的想法，对戏剧有对戏剧的想法。你自己观察，以就今年金钟来讲好了，过去这1年整个台湾娱乐界、戏剧界，你会有什么特别深刻的一些体会吗？我觉得因为 OTT 的窜起嘛，所以现在很多都是要往国际平台走，所以你看的人会比较多。那以前的金钟奖比较着眼在台湾的本土的电视剧，对，所以它就是可能3台啊，或者是有线电视台，然后通过报名。可是你看，慢慢的就是制作费，你要跟韩国比啊，你必须要制作费提高。那你必须提高，你必须要卖到国际市场去，所以你的制作费才有可能增加。所以你现在看很多好戏，它不会先卖在电视台里面，然后它可能会先以国际平台为主，就希望上 OTT。那你看今年其实入围的名单几乎都是在 OTT 上可以找到的剧，一定要。对，你比如说有生之年就可以在 Netflix 看到嘛，对。然后不良执念、清除师在爱奇艺。对，也是入围的很多，大概6、7项大奖。对，那个也是。然后八尺门的辩护人也是后来在 Netflix，本来是在台哥大那个平台买 video， 然后后来又变到 Netflix 也有买。然后不够善良的我们也是，就是公视加有那个 OTT 平台一起播，就是每一部台剧它势必都要走上国际平台，你在平衡你的回收效益上会比较好。如果你只是单纯电视台委制给你可能你就跟国际的电视剧无法评比嘛，因为你制作费就差了可能10倍以上不止了。对，以产业结构来说啊，这些台剧要怎么样能够上到 OTT 平台，怎么会有兴趣，会有些是一起出资合制的，有一些是这样嘛，对不对？对，所以它的流程讲，我现在有一个好剧本嘛，还是我现在要拍出来，然后给平台看平台喜不喜欢，要不要买我的版权？就是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游戏规则？它有很多，比如说有 OTT 的定制剧可能我今天就是觉得你过去的作品让我很觉得眼睛一亮，或者国际市场很吃
然后可能约你来，然后我告诉你我的预算是多少，你帮我定制一部戏。比如说模仿犯就是这样，它就是一个 OTT 的定制剧，Netflix 的定制剧，对，然后他就找他来，然后我们就是要做这样的戏，然后我给你一定的制作费，那你这个版权不能给别人，就是在我的 Netflix 播，好，然后还有另外一种，所以你也不能够，就是说在公司啊，在我们 TVBS 播就不行了嘛，因为版权属于他，所以他这叫独播权，是，就是说我独家卖给你，那我的版权费就比较高啊，可以卖的比较高，那另外一种，比如说前年很夯的一个叫《华灯初上》啊，对，他就是先拍后卖。可是他也是锁定我是想要卖独播剧，独播就是说我的版权只有给你这一家，这通常会卖的比较贵，对不对？对，比较贵，像他那部戏就卖了3亿嘛。就破天荒，就是到天花板等级了。哇，那我卖出去给你之后，你播出的国家我就不能管吗？还是我可以限定授权？例如说只能够在亚洲，只能够在美国或什么之类的这种，就可以谈。可是好像 Netflix 它一上去就是上架就是190个国家，对你根本不需要去卖，你就独播权给他就可以，他处理。对 ，OK， 他除非比如说他可能中国大陆他看不到 Netflix， 对，那这一块我可能不要，我就给你制作单位，你们自己去看。自己去想办法可是我 Netflix 不管你，对这边反正我是卖不了的，对，你自己想办法，你自己想办法。可是大陆市场现在不买台剧啊，就是也很难啦，就是你只能走网路，就只能够台湾的影帝影后们自己过去那边拍戏，然后在台湾又引发了一些其他的讨论，但是我们拍好戏那边基本也不买啦，对，就是因为两岸关系比较紧张，对，所以在购买台剧上面，你看这几年几乎紧缩啊，没有好像根本没听说过，没有，对，就没有卖不上去啊。所以其实台湾的制作单位也很辛苦，因为以前大部分都是大陆市场会买你的剧，你在比如说你台湾卖一卖，大陆卖一卖，可能基本上你已经打平或小赚，可因为你没有了大陆市场，他们必须南向。之前政府就是说希望大家南向往东南亚走，对，往东南亚走，可是东南亚有的不适合，他不会买，或者版权费很低，对，这就是为什么会叫苦连天，然后每一个人都想挤上这些 OTT 平台。那你要想到啊，这些 OTT 平台它不是只卖你台剧啊，我可能买韩剧、泰剧，什么日本的什么到处都要买啊，那它相对它要给台湾的电视剧的名额有限，我可能一年我只能采购你3部5部，那可是你一年台湾可能拍了100部啊，你是不是有90几部上不去？所以有个新闻我不知道前几天大家有没有关注，就是小野他去报告，他就是立委就是质询，就是问他说，那你这些国发基金，然后你要给影视产业扶持，那可是台湾根本就有100多部卖不上去嘛，卖不出来，见不了天日，那政府有什么配套措施？所以政府本来有说他们成立什么辅导，然后可以有800亿什么，可是好像丢出去都看不到啊。对，就是就重点那几部有得到或什么，对，就是大家有讨论就那些，就是然后他后来小野有讲说，他又希望争取100亿，然后让大家上 OTT， 就是很难啊。有的时候被看到的也就是金钟奖得奖的那些，对不对？好像讲来讲去都那几个名字，除了那几个之外，其实大家也都不认识了。对，其实有时候我大概跑金钟奖跑了有30年吧，然后我每一年都在后台大骂，就是因为对，因为我都觉得为什么金钟奖一个好好的奖从1天变到2天，最后变到3天，那你是折磨谁啊？3天也是含广播一起算，对，那是折磨谁？就是你这让记者很辛苦啊！你要搞3天，然后还有庆功宴，你没日没夜这样连续3天，很受不了啊！那我要扶持大家呀，所以他就可是他奖项越分越细，你有没有发现？以前可能只有几个大奖，他变成戏剧一次颁要颁27个奖，综艺要颁21个奖，加起来50几个奖。请问这些50几个奖有没有人想要从头看到尾？没有啊。那他势必要分2天之后，他又加了什么原著歌曲，又什么什么一大堆，更多奖，永远分不完。对。可是后来他们讲说，因为广告嘛，你分2天搞不好广告可以吃的更多。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台湾就是讲究这种多元价值啊，所以你就是要把不同的族群啊、不同的语言啊，什么每个人都一定要有一个版面可以曝光一下，或是可以争取一下。有的时候也有点困难。不过回到 OTT 这件事情，刚刚讲有一种方式就是我独卖给你。对，那我如果说这个 deal 跟你谈好的话，其实我就是
没有资金上的压力嘛，等于是这样讲。那要不然会怎么样呢？要不然就是我都拍好了之后，拍好了我就代售啊，代售。比如说我当然希望卖给 OTT， 它的制作费比较高，对，可能它一集可以出个200万、300万跟你买，或500万跟你买啊。可是当这个没有消息之后，你想要再去卖给电视台，你可能电视台出不起那么高价啊，可能一集120万给你买。那你可能一集600-700万拍的，你是不是现场赔350？现场赔，所以那你可能10集20集你赔下去是不得了的，几千万啊。那很多制作人就当房子什么去抵押，很辛苦。对，然后一般就卖一些版权啊什么的，就是对于制作单位来讲，每一个都想抢这个 OTT 平台。就像我刚刚讲的嘛，他一年可能只有5部戏的 quota， 那你怎么买？你可能这一时期就出来20-30部，我怎么买？我只能选我要的那些5部啊，一年只能买5部，那就变成很多制作单位是上不去。就我所知，就是目前有将近90几部是待播的，就是卖不掉，那还不想便宜卖啊，因为你便宜卖我就赔嘛，那我宁愿找一个时机，真的有人要买了，我一笔出去，所以他就拍完可能2-3年都卖不掉啊！哇，很可惜，就这样放着，完全不见天日，大家都根本不知道它的存在，完全不知道，而且开镜的时候闹得轰轰烈烈哦。有一部叫什么《聪明症》，还是小 S 的女儿主演的哦，真的啊？对，然后还有郑伊健演的一个什么侦探片啊，也是拍完3年啦，没有见天日啊，就是想要卖一个好价钱，可是卖不到，那我宁愿等。那你要想到，有时候一等错过这个黄金时期，要再卖掉又很难。你看当初要拍的时候，我找这么大卡司，对，怎么会想卖不掉嘞？对，就是商业在买卖之间你怎么判断？是，就是也是一个赌博嘛。人家说你拍电视剧就是一个赌博啊。对，你赌中了，你可能资金回收，然后你可以做大，然后建立你的名声，后面大家很多会找你团队拍。那如果你一旦投资这么大，然后1-2个亿最后回收不了，你可能整个就翻船了。对，这也很可怜啊，就是这么多有热情要投入这一行的这些幕前幕后的人，那政府真的是应该像南韩一样，怎么样去扶持他们。可是你实际上看到南韩现在拍出来的东西，你要知道台湾没有一个电视台有办法这样子拍出来的，那个成本实在是太高了。那你要想要回收嘛，你要拍之前你要先想要回收，那电视台有可能一集5000万去拍黑白大厨吗？不可能啊，好可怕哦！他一集5000万，是啊，哇，那你要怎么回收？所以我们现在想要了解像南韩这一块，它也不是今天就做到这里嘛，对不对？我们以前看南韩，我们也没有看出什么趣味来。老实说，现在看真的是，你不得不说真好看。对。所以他是怎么样？他到底政府做了什么？有一种说法，你知道吗？就是你越扶持他其实有些像是扶不起的阿斗，他反而就靠着你政府养，他自己也不争气。一种是这种说法。娱乐不一样啊，娱乐你看他好像嬉笑怒骂，娱乐大家，其实他是文化输出啊。是。你要是仔细想想，他背后的软实力其实是不容小觑的。所以南韩他到底刚开始是做了什么，然后一步一步的走到今天这样。就我所知，南韩就是政府占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嘛，他可能他今天看上就是说这个 team， 然后他觉得这个题材可以输出他文化的东西，然后他可能就会置入很多，然后政府也会出全额的资金，然后这样相辅相成，然后一起帮你推上国际市场。你一上了国际，你建立了品牌，你后面就比较好打了。以最近的那个黑白大厨来看，你其实看它里面，他想得很周到啊，他 LG电冰箱就多少了，他就置入了，然后他整个在当初要找这100个厨师的时候，他一定是有做身家调查，然后愿意配合，然后我怎么去帮你每一个镜头帮你塑造做故事，就是已经是你的店家不晓得是对，就算不清楚了，你得到多少利益了，就是帮你加持了嘛。然后南韩的饮食文化是不是就输出全世界？现在所有人就是要去旅游啊，去南韩去吃这些美食啊，就要排队啊，然后有的预约到2年后什么的啦。2年后，有人就说台湾的三星也不止一家，他们好像只有一家，我们好几家，也没有办法弄成像这样子。台湾他们就在讲嘛，那你只能像夜市美食跟这些三星大厨来比，可是你有办法做到像韩国这样吗？对，很难啊。所以政府的帮助是很重要，是很重要啊。政府就是主导。政府一定要主导啊！那你现在政府好像没有主导，只是说我给你钱，
那我给你钱的方式可能用每一个人的标准不一样。是本身产业文化就不大一样，在台湾的这些影视在产制的产业的文化跟在韩国或跟其他国家有一些比较特别的不同吗？就韩国的民族性很强，就是他们要做一个事情，就是好像卯足全劲，然后全部人都会来加持或什么，然后很团结。可是我觉得好像台湾是前面几乎都是各做各的嘛，你能闯出去是你个人的功劳，你个人的能力。对，可是政府一直没有在这个角色里面。是到后期慢慢大家在舆论什么什么，大家在讲，然后整个氛围，然后政府才慢慢开始有什么文策院，然后有什么就起步也比较慢啊。对，就比较慢。那可能真正他们不懂这个产业啊，可是他来主导你这个东西，你怎么知道这个是好还是坏？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些比较真正了解这个产业文化的人来主导。是比较好啊。而且我觉得做文化上面的输出其实难度真的想起来是很高。你刚刚讲到说如果把我们的作品送到像东南亚的地方去卖，那文化上面会有 gap。 对，可是你要怎么样还是一定有一些文化是共同的语言，例如说饮食是一种嘛，所以南韩才会透过刚刚开始我们可能也不大 get 他们的文化，可是越来越多你就越来越熟悉他们的东西，你就会越来越买单。我觉得那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因为文化要输出在跨国的平台上，我个人觉得其实有时候有一些隔阂是很难打破的。你看其实韩国很厉害啊，他饮食文化不是现在才输出啊，他以前大长今大长今一堆看他们每天在家里在那边吃那些韩国，然后那些餐具什么，你是不是早就受影响？对，一波一波的。对，一波一波的啊，他不是现在黑白大厨出来你们才觉得韩国东西好吃啊，你早就已经被他洗脑了。而且他这个是把他的就是产业本身的文化，他们怎么一条龙的培养，对，他都是已经输出了。例如说我们家小孩就喜欢追韩团嘛，韩团不是就有练习生的过程嘛？前段时间 Netflix 有一个纪录片，就是也是实境秀那种，也就是在拍练习生怎么筛选，怎么比赛，怎么一路上来的，都是金发碧眼的阿斗啊。是，但是是南韩的制作公司，好像到美国不知道哪里去选的，所以你看他已经把他娱乐产业怎么从无到有，孩子们怎么样一路培养上来的那套文化也输出了，然后大家看的也都吸收了，不只是他的 K-pop， 南韩的制作公司跑到美国的好莱坞 somewhere， 然后去弄一个练习生的那个选拔。所以我就说有一个很好玩的，就是当初大陆不是影视行业也是很蓬勃，可是韩国以前跟他合作，后来他排韩嘛，就是不让你韩国再进来啦，所以韩国变成很多团体往台湾来了。你就看到说其实韩国他们真的蛮厉害，很多产品早就已经置入在里面，可是台湾就有受限啊，你只能冠名，然后你的产品或什么前面不是都很严格，那你就让人家制作费不能扩张啊，那你要怎么拍好戏？很多啊，他就是只能冠名，或者他有限额什么，你里面不能出现什么什么太商业的东西，有时候你就是要给他一点空间啊，让他创作，对，然后让他怎么结合这些所有各个方方面面的，才能做大啊。你已经晚人家20年了，你现在迎头赶上，犹未晚矣。我觉得啦，就是看我们的特殊长才在哪里。那我觉得台湾就是讲人情嘛，就讲到为什么有生之年这一次会是大赢家。对，其实他就是讲家庭的故事啊，就发生在你我之间啊。然后他讲一个 loser， 很多人家庭就是有这种，对，就好像家里的头痛人物。对，你知道我以前就是常常想，每一个家庭的每一个人，你都顾好自己，你其实这个家就会美满的。对，你知道出一个麻烦的，关你是爸爸妈妈、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只要一个，你全家就鸡飞狗跳。对，真的，就很多人看了会有感。然后比如说他们就讲说这个是《熟女养成记》的番外篇，因为《熟女养成记》里面有一个 loser， 也是一个叔叔这样子，然后在家里很痞啊，然后一事无成，就好像在讲他的故事。那我在讲一个就是说有生之年其实当初故事不是这样，因为杜政哲小杜这编剧他当初是因为疫情发生，那他觉得想要用一个凝聚的一个概念来做一个电视剧，然后以否家庭的，然后叫有生之年，本来是比较走一个悲情的调性，可是当你要实际操作的时候，悲情的东西没有市场啊，我们是不是可以把它换成比较喜剧的东西？就是这样一扭转，反而这故事就好看。因为这样子他创造了一个新台湾的电视家庭剧，没想到上 Netflix 也是大家爱看，排名前几名，对，金钟奖也肯定他。那很多人其实在Trade上面你就看到很多人说我以前都没有追这个有生之年，可能看第一集我先弃剧，
可是因为他得奖得了那么多奖，大家想再回去看的说到底好在哪里，其实这无形中又是一个行销啊，对对对，其实是很好的啊，就是让人家再重新来重视我们台湾电视剧，所以我们还是有一些可以发挥我们的自己特别的优势嘛， 对不对？对啊，台湾人就是感情细腻嘛，感情细腻，对，那韩国就是大场面嘛，然后偶像俊男包装美女包装，那我们台湾就走出自己的路啊。我觉得一个好的剧本好重要，就是你真的能够以戏剧来说，真的能够让我被感动到，然后实际上是跟我的生活当中是有即视感的。对，例如说最近好了，我最近才看，我真的很少有时间可以把一个剧，就算8集10集，我都很难把它看完这样。但我最近真的把它看完，就是《人生清理员》那个，你有感触吗？有感触啊，孤独死啊，每个人的孤独啊，那个孤单的感觉。然后当你离开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样态的离开？你剩下来的东西，人家会怎么看待？然后在里头处理很多人跟人之间的问题，是让你是有即视感的，不是那种撒狗血、很夸张，或者你就觉得这跟我没关系，就是看好笑的以前什么霹雳火那些。你平常正常人不会这样讲话嘛？他不会，他就是真的很生活，很生活。然后就是现在社会上面的议题，每个人的孤单感受在一个城市里面。所以那时候就有人在讨论说，这一部剧因为韩国也拍一个类似题材的，也是在讲清尸体什么，这个就说好像是台湾学他，其实后来台湾有出来讲说，我们早就比他先构想，只是比较晚拍。对。然后我也发现说，现在其实台湾也越来越多跟韩国，我不晓得是不是也有点想要走那条路，就实境秀。实境秀它到底算是一种节目吗？还是算是一种戏剧吗？我也不是很确定。像黑白大厨，它也是你感觉起来它比较像是节目类型，对不对？可是它感觉起来又有一点剧情的铺排。是我曾经写一个，就在 T 台写了一个观点，就是说我觉得它就是一部电视剧，其实黑白大厨就是一个电视剧。大家说啊，它是没有剧本，它绝对有剧本，而且它是帮每一个人都人设好了，对。然后你看很多去参赛，他为什么他你要做这一道菜，他讲到他的背景，对，因为他从小他父亲本来很富有，后来失败，然后他要去煮这个面，然后帮妈妈，他觉得煮面很丢脸，可他今天做这一道菜，他觉得他帮这道面就重新觉得很光荣，而且他那个黑白阶级的划分，对，然后高阶的站在上面往下看的那种，我都觉得这直接放在很多产业那种阶级感，然后那个之间的对话，然后你黑汤匙去打败了白汤匙，不就是一个打怪吗？升级打怪，我就在讲说，这不是很多电视剧陆剧都有啊，我这个小卑女最后怎么样爬上去当皇后，对啊，是不是麻雀变凤凰的，对，同样的一个概念嘛，只是他把它用在实境秀里面嘛，其实千篇一律，只是看你怎么包装，对，是这样。那实境秀也是因为受到韩国影响，台湾近几年你看综艺节目几乎清一色要做的都是实境秀啊，台湾就不可能有大制作大场面嘛，那你就要好故事，对不对？我也是觉得你不能老是说我做不了大制作，我没有大资本，所以我做不了好东西，我觉得这也不大，所以你要有好故事啊。那以前是跟人家买版权嘛，比如说我翻拍你的饮食堂或什么，那你做出自己比较在地化的东西，那你就要从中再去怎么样去把台湾人情味的东西加进来啊，才会成功啊。所以台湾其实是有那个条件的，因为那个灵魂我们其实是有的，那个创意跟想法我们是有的，那个细腻度我们是有的，重点是那个环境不够活络，资金进来有点困难。其实我觉得造成另外问题就是人才断层，年轻人有很多年轻人喜欢从事这种影视相关的工作，可是老实说真的很辛苦劳力密集也没日没夜的拍东西，有时候你知道有时候要配合天候的状况， 对不对？然后扛的机器，现在机器可能比较小，现在说 iPhone 也可以拍了但是还是很辛苦啊，而且就是薪水也不是很高。对，那当你没有这个环境，没有办法去做人才的培养，在你每一部戏或每一个节目的制作过程当中，这都是需要很多各方面不同的人才耶， 对不对？你不要讲别的，你除了演员我们看得到的之外，帮演员化妆打理的什么身上穿的用的，那也是需要常年累积去，对不对？你说布景啊，这些你看得到你看不到的，那有多少人才在后面需要培养？那因为你现在整体环境上面就是营养不良所以养不起这么多人才，很多年轻人没有这样机会，没有办法熬个几年时间养出来。我觉得那在人才上面的培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我觉得慢慢有比较好，我觉得前几年对前几年很严重。你看，其实最近就是很多人
会跟这些艺术学校合作啊，电视台会跟他们合作，然后培养一些目前幕后人才，就是慢慢台湾也在希望能够成功嘛，就是慢慢他山之石嘛，就是先看韩国怎么做，我们台湾怎么做。我觉得今年的金钟奖说实在就是蛮成功的就是你真的发现台湾其实真的有，不是拍不出来，是有这些好剧的，就看你怎么操作，然后怎么样让他们能够获利，才有后面嘛。如果大家都赔钱，谁有兴趣做？没有人有兴趣做啊。那我觉得后面一个就是跨国合作是必然的。其实慢慢你看实境秀很多跟韩国 CJ 要开始合作，包括三立也有 ，TBS 也有，然后很多电视剧也要开始走上国际，可能跟韩国、跟泰国跟哪里？泰国好像有一些演员上面互相合拍的戏，对，就已经开始，对，就是说我们可能自己的力量比较小，那我可不可以结合别人一起，我们做跨国合作，也可以吸取别人的经验，对，然后也可以带领我们的人，然后把它上到国际平台，所以很好啊，我觉得用这种方式也是很好啊，那政府也在鼓励嘛，对，我觉得就慢慢来啦，就是说我们不希望它一次就到位，但起码一步一步慢慢进步。对。但台湾还有一个状况，我觉得真的有时候是比较敏感一点。你们在跑娱乐新闻的时候，也一定会碰到，就是当你要选择在两岸某一个市场做你主力发展的时候，有时候就父子骑驴，两边都很难讨好这种状况。然后碰到了11，你有没有表态？碰到什么特别的节日，你说了什么？是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我就一直在强调说，政治不要干预艺术，对不对？你不要演艺圈也不要跟政治画上等号。比如说我们在讲吴慷仁，他在台湾他拍了这么多戏，然后他想要做另外一个挑战，可能我今天换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吸取更多的经验，也没有什么错。那他签了经纪约，那你要知道大陆市场这么大，他没有一个经纪人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在大陆采访那么多次。他市场那么大，光他一个人怎么搞得定？他一定要有个经纪公司帮他去过滤，或者是怎么样去约谈这些人啊，处理很多细节的东西。不像台湾，他可能一个人拎个包包自己就可以搞定。他以前说他都没有经纪人，他都自己处理。对，他都自己处理啊。那可能你到了一个外地，不可能嘛。你如果今天吴慷仁不要去大陆好，他今天去美国好了，他不签经纪人，他可以吗？一定不可能嘛。我跟你讲，可能有人就说，那你为什么不去美国呢？人家周杰伦不是也要去美国发展好莱坞吗？对，就是每天就是看他们在打架啊，这些对不对？网友啊，各支持各的，然后就在那边上面在那边酸言酸语啊，有必要吗？但你会不会觉得，如果在台湾能够有一个华文市场的一个比较好的发挥的平台的话，其实他们就不用面临这么辛苦的选择。如果今天很多李安，谁会想往外走？我就拍李安的戏就好啦，我一样可以走上国际啊。我觉得这同样道理嘛。那可能今年这边现在目前没有他想拍的东西，或者是说他想再迎接另外一个挑战，那他去了另外一个地方，大家就乐观其成啊。我就觉得这有什么？你是比较属于乐观其成的看法。对啊，就只要他不要扯政治就好啦。可问题是那边的经纪公司就会帮他发一些很政治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应该要那可能就是他们去就是一定要嘛，你看就是他们的选择。对，我不晓得最近大家有没有在 Netflix 看了一部大陆的电影，叫做《孤注一掷》。拍那个诈骗的，我有听说，但我没看。对，非常好看。然后我听说他那个诈骗分子还都是台湾口音，所以就说实在是拍得太贴近真实了。对，他这部其实他真的就很主旋律，就是大陆政府也在打诈嘛，就是诈骗嘛，太猖獗。可是他就是把它包装的，让你觉得你没有被洗脑，或者没有很政令宣导。我觉得就是他们就是很厉害啊，他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做成这个样子啊。就是对啊，他大陆限制很多，他必须要你要符合规定，什么不能够有神怪，又不能够有虚幻，不能有穿越。可是他一样，他在这种题材的限制下，他还是拍出很好的东西啊。就是有时候你不得不佩服他，就是为什么人家美国也要来跟他看齐或什么，就是好莱坞也觉得中国市场是真的是华人最大的啦。对啊，
就是为什么大家想要往这边走啊？为什么什么事都要扯政治？我就不懂啊。就一个以前跑政治人来说，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因为确实什么事情都跟政治有关。不过我再回头有一个事情，我也是一直很好奇，就是我们说现在数位媒体的环境啊，很多人其实成本小，门槛低，他在 YT 上他也可以经营的有声有色，甚至在 YT 上他还可以拍，如果他有想法的话，也可以拍戏哈。你怎么来看像这种自营的比较小规模的，然后在 YT 上这种百花齐放的这种气氛？真的，我觉得因为我们现在才刚做一个 YT 节目新的，对，那我就觉得哇，真是百花齐放，然后什么都有，而且有些认真的节目是真的好看的哦，含金量也好哦，然后里面真的知识性啊什么的，对，我就觉得那就是一个创作园地，就是你有任何想法，你都可以透过你的创作来把它变成一个节目或者什么样子给人家看短短的或者是长一点都可以。怎么样把你的核心价值，就是说你觉得你的节目想要传达的是什么东西，如果你把这一块做好，我觉得都会受欢迎，都是有机会的，都是有机会的。创意这个东西很重要哦。你整个来说，你觉得你会期待台湾在华文华人的娱乐市场当中可以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我觉得慢慢嘛，我觉得台湾现在慢慢很好，就是有进步，而且真的这些创作人就是真心在为这个产业做付出。那大家多给他力量，然后观众也不要看到什么就要骂，对啊，多鼓励。然后政府也站在一个辅导的立场，我觉得是有机会的啊。对，你看其实台湾电影每一年拍每一部都挂，可是他为什么这么多人前仆后继还是要来拍电影？就是他有一个梦嘛，他们就是有一个梦，想要圆这个梦，然后不管他拍的好或不好，可是你起码每一年都有一固定产量在做这个台湾电影。那如果要在跨国的 OTT 平台上面竞争的话，你觉得以台湾的优势，我们比较适合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们的优势是我们的人才，对，然后我们的构想，就是我们比较人文性，然后我们在处理一些东西比较细腻，别的国家可能就是大场面、大资金、大调度，那就从中学嘛，大家互相交流嘛，也许过几年就是看到台剧真的是大爆发复兴，不难啊。你看这一次金钟奖真的是为什么今年的参与度，他们去调查收视率比以前都高因为你这些戏都是你看过，然后也有讨论过，是真的夯剧，你的参与度就会高。那我觉得大家就是要这样，你要先把它炒热嘛，炒热你这个东西才能做大嘛。如果它永远是冷饭，谁要看？这产业永远起不来啊。比较希望它是能够呈现一个正面的循环，是一个正向的滚动。洁凤姐最近也有一个主导一个 YT 的内容，是不是？对，我们有做一系列大概21集，全部是跟金钟有关的。然后我们也邀请一些幕前幕后的人，然后上节目谈一些话题，也有做一些专访，然后分析一些产业面。好，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直接在 YT 上面找娱乐头条 T 金钟。我觉得大家其实除了支持之外，有时候在网络上发言也可以就是正向一点的鼓励，对不对？然后给产业多一点正面支持，看到好的，其实我觉得我们可以大家口口相传，很多好戏都是这样推出去的，然后八尺门也是啊。那八尺门我最早是因为先看了书对，那时候书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好好看对，然后那时候戏又出来，但其实你只要先看书再看戏，人都会有同样的，我觉得有毛病吧，因为你看书之后你脑中就会有想象画面，可是他拍出来跟我脑中想象画面其实是很 match 的对，所以就会，当然我觉得书好看有一些细节戏里头没有办法解释的这么清楚但你书把它拿来当成一个法律的这个科普其实也是很有帮助，因为它这个很深奥很专业的，它有些东西必须要他再加注解释，你才知道到底在讲什么，这个法条到底是为什么会这样对啊，所以我觉得你看一部戏你是会学习到很多东西的，文化的渗透，对文化的渗透也有然后对议题上面讨论也有，讲家庭的，你说不够善良我们讲婆媳的，不是只是男女之间的感情的，其实是都会学到东西，是非常深刻的所以不是那种嬉笑怒骂的角度在看娱乐我觉得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产业今天再次感谢洁凤姐的时间，学院幕后聊新闻，听那些看不到的故事，我们节目一个礼拜2、5更新上架，现在各大平台都可以听得到，希望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聊新闻，欢迎订阅分享，并且在 Apple Podcast 或 Spotify 给5星评价，我们现在有粉专也有 IG， 所以有任何想法呢都欢迎回馈，同时也欢迎广告商务合作，联络方式我们都会留在节目资讯栏里，小编会非常开心收到大家的联络好，再次感谢大家的时间，我们就礼拜5空中再会，拜拜。